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去翻他的 IG 或者是 Line， 不是都可以搜寻关键字吗？你不会特别跟一个同学或普通的朋友跟他说晚安？你觉得一个礼拜要几次算是频率太频繁？Hello，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，我是你们的沈老师。今天他来的是林群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群峰。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，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全聊天。群峰上次来的时候，他还在进入拍片的产业，然后现在已经有自己的频道了。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看他的片子呢，我把他的 IG 留在下面，大家就去找他。他这个年轻人呢，很有才华，天赋异禀很好。我们今天来跟群峰聊一下，就是他的三观问题。这个年轻人呢，很早就出社会了，现在正在念书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看年轻人的三观跟老先生的三观有什么不同。群峰，你跟大家讲一下，你目前谈过的恋爱啊，最长的有多长？我最长的就半年，然后最短的就1个月。我觉得1个月的好像不太能算，因为根本就还不认识。可是1个月就我们的关系认定就是男朋友，对，就是男朋友。好的，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不太长，但是我觉得以年轻人，他才24岁嘛，年轻人的关系里面，好像3到6个月就算比较长的关系了。慢慢来，好不好？看他的三观跟你们有没有合，然后看你们要不要去私讯他，问他一些问题。现在老师开始要问你三观的问题咯。好，可以接受另一半有同性的闺蜜吗？我非常的 OK。你不怕就是闺蜜然后变成感情，然后擦出火花吗？闺蜜的话，我也会要很熟，就是我也要认识她，知道她的人品。对，就是必须要有走入就是生活圈啦，就是我要知道这个人，然后跟他们的关系就是会比较好。我也觉得，其实我还非常希望我的另一半有闺蜜，因为呢，她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嘛，自己生活朋友圈，然后有人可以吐心事。我觉得在生活上，如果我们的生活碰到不如意，她有人可以吐苦水，我觉得这很健康的事情。所以我鼓励你的另一半有闺蜜，这很好。要不要给另外一半看你的手机？我觉得我不会给他看，但我也不会看他的手机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就是你如果你们都在一起了，然后如果还要看对方的手机，就代表你不信任他，然后你也就是有点不爱他的表现吧。群峰，那我很好奇，就是另外一半如果他还有交友软体，干嘛的？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？就是因为就是已经就知道对方就是彼此都很相爱，然后才会在一起的啊。那如果还在不确定的关系下在一起，然后还要看他的手机，那就感觉没有那个就是男朋友了。好，那问一下，那交往之后要删除交友软体吗？觉得可以不用，也可以删除。但我觉得如果删除的话，我觉得是加分的。对，如果可以用的话，你就怕他在外面又在交友软体，可是我觉得就也不用特别删除，因为你们也不知道你们会走多久啊。就是如果假如你删了，然后结果你们才交往2个月，那岂不是他再载回来就好了？就很麻烦啊！你就要一直这样下载，然后又登录，下载又登录，所以我觉得不用特别，因为有另一半，然后就是特别就是删交友软体。我知道，就是了解他的三观，你就可以放在桌面，那你不去用它也是一样的啊。OK， 在我看来，就是我觉得交友软体 OK， 但是我觉得一开始要得到对方的信任，或者是相信对方是很困难的事情，所以我还是一开始交往，我会到底看他的手机就知道这个人人品是什么。请问一下，你要怎么知道说如果这个人搞鬼的话，你要在他的手机，你要怎么看得出他有没有搞鬼？我觉得如果你有发现你的另一半如果可能有出轨劈腿的现象，你觉得可能？对啊，怎么办？你可以就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去翻他的 IG 或者是 Line， 上面不是都可以搜寻关键字吗？可以搜寻就是比如说晚安。晚安，大家都会说晚安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不会特别跟一个可能同学或家人，或者是一个普通的朋友跟他说晚安，你一定会跟就是暧昧的，对不对？你可能就是比较最近有热烈的人才会跟他说晚安，那你就去搜寻晚安，看那列出来看他到底有跟谁哪一个人去说晚安。好，说了再回去看他们在聊天有没有什么543。对，因为就是你点晚安就可以点进去看他们到底在聊什么。哇，这个蛮聪明的哈。对，而且一定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个东西，大家都一个人可能去慢慢就是滑，可能他的或者是问他说在干嘛这种的。对，你可以打你在做什么。这种我也觉得，就是因为你不可能随便去问一个人你在做什么嘛，你就是可能就是一定在想他，然后又不知道跟他说什么的时候，你就会问他你在做什么。好了，各位可以去看，没有
不鼓励去偷看对方的手机，但如果你们是可以看的话，这个真的很有用，真的很有用。好，你会因为对方的家境不好而跟他分手吗？完全不会，因为我自己的家境就没有到很好。OK， 所以钱慢慢再赚就好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就一起赚也好，然后我觉得都好。我觉得一个人可能上进心比较有关系。如果他上进愿意赚钱的话，以后你们生活会是好的。对，他现在家财万贯，以后也会被他亏光。对啊，就是他有工作，然后是不管什么工作，我觉得都 OK。你觉得爱情比较重要，还是钱比较重要？钱比较重要吧。我以为你会说都重要都重要，那都重要。可是钱一定比较重要，因为如果你没有钱，你有爱情，你们要怎么出去玩？就是怎么讲，就是你们的生活会比较，比如说如果要出国去吃好吃的，出去度蜜月或者什么，这些都是要用到钱的啊。所以一定要有钱，你才可以去谈感情。所以没有钱，所以就有点像你要有一个经济独立的状况之下，你才有。就是能力去照顾另外一半，或者是去找男朋友。OK， 年轻人真的是蛮务实的想法。我好像认为要有爱情才会去想到钱的事情吧，但是差不多啦。我觉得钱跟爱情都蛮重要的。就是面包跟爱情会选哪一个？其实都可以选，好不好？看哪个比较适合你。你觉得分手后就把你删好友，这是成熟还是幼稚的做法？哇，这个很难呢，我觉得有点。成熟吗？我觉得有点幼稚吧。如果我现在想一想，以前会想要删，就是甚至可能要封锁他，就是可能就是不希望就是一辈子再见到他。但是我觉得如果分手后还是可以当朋友，就不用特别去删。我觉得删好，因为通常删好友你不太会知道，对不对？然后除非你去查什么，才会看得出来。对。我个人认为蛮幼稚的，因为分手就是大家好好的就分手。何必去做这么多小动作？其实我还有前同事，就是离开公司以后就删好友，我就傻眼。我说我们是同事而已，你干嘛要什么脸书什么都删我好友？我说我也没有要跟踪你，还是干嘛的？他们一定不是和平分手。公司同事不是分手，他就是你说他不是他就因为如果和平分手的话，就是以后还可以约出来见面吃饭什么的。我认为翻好友是蛮幼稚的行为，我个人认为。好，你觉得暧昧多久才不会算太久？我觉得暧昧到最多就半年。对，我觉得半年差不多。因为如果再继续暧昧下去，我觉得就不是去找别人。对啊，就不要就当朋友吧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对啊。好的，那接下来问题，请问一下，情侣一定要互相报备行踪吗？不用。你真的会这样子吗？你真的不用特别说吧。可是如果他是一个要跑来跑去很忙的人，那他每天就是耗在时间跟你说我要去哪里，我要干什么，我几点要去，就是在哪里，这样不是很累吗？我也觉得。可是问题是，我觉得行踪不用报备，但是我觉得什么时候出去，什么时候回来。对，你出去然后几点回家或者是什么，就报个平安，我觉得这样就好。但是我不用特别知道说他在做什么，在哪里这样。OK， 现在其实手机可以那种，然后就是知道你在哪里定位吗？定位。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，这样也不错啦。请问一下，第一次一定要给很爱的人吗？我好像没有资格说这个耶，因为我就是拍片的，我怎么可以就是你第一次就是拍片呢？没有，我说我是一个拍片的人，我怎么会有资格说第一次要留给最爱的人？因为你第一次早就没了。对啊，我第一次就是给没有很爱的人。我觉得出这个题目的人可能是古时候的人，可能比较传统的人。对，现在哪有人那第一次留给另一半的啦？很少吧。我觉得真的不要，因为你一定会失望，然后会做得很差。我觉得有点经验在。你要留给你最喜欢的，就是人就可以了。好，你介意另一半的经验很丰富吗？你知道经验是？我觉得那个经验，我觉得希望可以丰富一点。你把它逼一下。好，你再继续讲。我就希望他的床上的经验可以丰富一点，因为如果没有很丰富的话，你就会不愉快。我个人也觉得，因为会不顺畅，你就会卡卡的。过去就过去了，他过去发生什么事很 OK。我爱的是他现在的人，但如果他这方面因为有很多的过去，然后他的经验很棒的话，让我来享受，我觉得这也很好。对啊，因为做这个本来就是要开心的事情。是，你觉得如果性生活不合，应该要分手了吗？我觉得要看对方的性欲有没有很强。
如果他是一个很强的人，那赶快分一分会比较好。如果他是一个每个礼拜都想要来，或者是可能3不5时就是2、3天他就想要的话，那我觉得如果因为这个不合，我觉得你是说2、3天他就想要，可是你不想要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还是说对啊。所以就因为频率不同，就应该要分手。我觉得要，这样会很累。好了，在我们老夫老妻身上，好像真的是因为你每天就会为这种小事吵架，然后可能如果他因为这样，然后跑去跟外面的人，那不是更不好吗？那我再问你一下，你觉得以24岁的年轻人来说，你觉得一个礼拜要几次算是频率太频繁？3次以上就算太频繁了。我觉得你是有多闲，到底是可以每天都在就是。我不知道哎，我跟我老公刚认识的前5年，就是3餐照3餐啊，每天也没办，就是没办法啊。那就是可2个人都喜欢了，这很 OK 哦。如果2个人真的是 OK，就 OK 啊。你可以接受开放式关系吗？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以。我现在就在拍片，那如果说我不行的话，我是不是有点算是双标？可是拍片是工作哎。拍片你可以就是拍片的时候拍片，可是那是我觉得对，就是给另一半的一个信任。对啊。哇 ，OK， 好，所以你觉得开放式关系很 OK？ 我个人觉得啦，我在节目中聊过非常多次开放式关系，我觉得适合你们的话可以讨论啦，也不一定要。而且我觉得可以，说不定可以增加就是你们的情趣，就比如说三个人之类的。好了，年轻一代毕竟跟我们不太一样。好的。今天跟李俊峰沟通了这么多3观问题呢，我想各位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自己的3观问题是怎么样。也许交一个男朋友跟你3观比较合的话，也许感情上会比较顺遂。对，好，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每个礼拜有直播，按个小铃铛鼓励我一下，回答你们所有留言。现在老师跟群峰玩一个游戏了，是男友还是分手？好，现在老师要问群峰一些问题。如果你觉得这不能接受，你就说分手；如果可以接受，你就说男友。曾经劈腿过，分手吧。一直和前任联络，分手。哈，继续上交友软体跟人家聊天，这个 OK 啊，所以是男友。男友，很黏人，天天都要见面，而且要立刻回讯息。哇，这好像以前的我，但现在我会想分手哎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黏人对很烦，好很烦，很爱打电动哦，男友可以，我自己就蛮喜欢的。不爱运动，这个 OK 啊，男友。爱喝酒，1个星期要喝3次。分手。没有钱就爱追求名牌，哦，分手，绝对分。同志朋友们都爱自己一点，不是同志朋友们都爱同志一点，我相信世界会更好。谢谢观众，拜拜。拜拜。找的就已经很帅的男朋友，所以他绝对不会有整形的机会。可是有些人就是，然后他就挑剔他的脸，就是希望这边干嘛一点，那个干嘛一点。那我觉得可以去微整，我觉得微整 OK。但是如果整到就是很夸张，或者有点认不出来，我就觉得不必浪费那些钱。交往后还可以追星吗？废话，为什么不行？可以啊，我现在都在追了。哦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不太出来。